好，就，来，队长，来，鸡蛋，哎呦，玉，我去问一下道。哎，小兄弟啊，此地离京城还有多远呢？京城？啊，什么京城？都变成死城了。啊，这位小兄弟啊，我们是福建的老客呀，我们有家眷留在城里，请问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去呢？不瞒二位说，城里风声很紧，一不小心就会杀头的。哦，那怎么走啊？怎么走？就在前面。二位多保重啊！谢谢啊。媚娘。啊，哦，夫人，都来这么久了。是啊，今天是8月15。你又想家了吧？回夫人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谁说没有家？你看那对面的岛，不就是你的家吗？夫人，您想念日本的家吗？是啊，我想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水，特别想那儿的人。小女也是。不过现在最想的，还是孙儿。对了，他走了有半个月了吧？哦，整整16天了。对不起，老人家，我后边被清兵追赶，我好不了，快追！家口给我搜！来，啊，快过来，来！此地无处藏身，我绝不连累诸位。慢，屈就你一下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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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打开！大人，家门不幸，老太太与世长辞，我们正在为老太太料理后事，以尽我们晚辈的一份孝心呐。我们看见一个清兵跑了进来，赶快把人叫出来！没有陌生人闯进来啊！嗯，胡说！我明明看见他跑进来了。大人，小人怎么敢欺骗大人呢？如果有半点虚假，千刀万剐呀！这些都是我们的族人，哪里能有外人混进来呢？再有，也就是老太太的陵墓了。少啰嗦，给我搜！这边看看，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在这边看看。报告大人，里边没有人。嗯，
你不全看见了吗？这里全是我的家族啊！哼！把他给我撬开！是。大人，老太太去世已3月有余，小人今天还要扶灵回祖地埋葬。倘若要是撬开，恐怕冲撞了大人。大人，小人不敢放肆。滚！马上给我撬开！他抓住他，救他！快点！哎，统统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赶快把客官放出来，一起上后山！哎呀，坏了，他憋死过去了。臣叩请皇上，微臣有一事不明，先朝所定的朝纲是不是已经过时了？先卿何出此言呢？臣以为，君为上则陛下也，卿为下则臣子也，君臣不可平等起坐，此乃先王所定。今日上朝，为何平国公坐东，且摇扇？这岂不是君臣不分，置当朝陛下于不公吗？按先王朝纲，必担当斩首之罪呀！先王已去，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，你们懂吗？哼！你叩请皇上，臣实在容不下这等无视皇上的小人，故微臣请求告老还乡。小题大做，为何如此小题大做呀？如今清军压境，为何我军迟迟不肯发兵北进呢？难道守住福京这弹丸之地，就可以保住大明江山了吗？皇爱卿所言极是。平国公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我是守住了这福京的弹丸之地，可是有的人连这弹丸之地都守不住，从大老远的南京跑到我这弹丸之地，来欺山来了。要是没这弹丸之地，能有今天的朝廷吗？能有我们这些人像模像样的上朝的机会吗？平国公，您言下之意是容不得我等从南京落荒而来的臣民了。哼！芈月乃我大明朝之疆域，不是某人之私有。你为何出言不逊呢？不错，芈月是大明的疆域，但芈月是我郑芝龙用血汗打下来的江山。郑芝龙在，你说的太多了。皇爱卿所言极是，芈月乃我大明疆界，不容任何人私吞。退朝。退朝。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。客官，你觉得好些了吗？啊，客官，好了吧？啊，多谢大人相救。哎呀，客官，说来惭愧呀，我们一时疏忽，差点要了你的性命。哎，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大木吧？哎，我是大木，您怎么会认识我呢？我姓周，名鹤之。
啊，哎，你是周贺知大人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，请受我一拜。大木啊，你怎么独自到此地来了？我是专程来找您的呀。找我？这个是皇上的旨意。哎，哪位皇上？御剑堂王已经在福州登基了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老伯，千真万确呀。您看，老爷，何凯这个老贼走到乌龙江口，奴才就派人把他耳朵给拿下来了。谁让他跟我过不去来着？那太师爷的亲家。算了，看在他是我郑家的亲戚，有何凯老贼这只耳朵示警，就足够了。媚娘妹妹，你拿来！媚娘妹妹，媚娘妹妹，多久了？3个月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？我就没想告诉谁。为什么？国姓爷也不知道吗？英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说，自有我不说的道理。英姐，这是喜事，全家的喜事，夫人和国姓爷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哎，妹妹，我告诉你，你能守口如瓶替姐姐保这个密吗？能。这插花和茶道是日本的习俗，这要是在日本，女人如果不会插花或者茶道的话，肯定嫁不出去的。夫人，其实中国也很讲究茶道的，但是插花倒不那么讲究了。其实也不尽然，中国也很讲究插花，也就是这些年啊，战乱，人们啊都无法顾及了。好了，媚娘，把这盆龙喜牡丹花给老爷送去。是，夫人。儿媳呀，你把这盆千鹤丝香摆到大木房里去。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仙鹤，今天该回府了吧？是的，母亲。陛下，兵部尚书周贺知见驾。即刻召见。让他到后殿去见朕。是。大木这孩子，总让我惦记着。不过我记得他很小就很懂事。有一次他3岁，好像那时候就能分清是非好坏。有一天跟他小舅舅田川一郎，他非说小舅舅踩了他一窝蚂蚁，逼着他把他们救活。还说他欺负邻居家这孩子，说他小舅舅很坏，好长时间都不理他。国姓爷啊，就像您那么善良，还那么倔强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父亲要去边关。对，母亲，儿媳正想向您告假，想回家看看。那贤媳就快去快回吧，啊。母亲，那儿媳走了。哎。少提你的父帅，哼！我就当没有这门子亲戚。父亲，
人家平国公也是为了人郑家的祖业。再说，虎不可失威，人不可失势，他怎么能放弃那万顷良田？还有，不要说了。如今山河破碎，大明危在旦夕，谈何祖业？他这个人不以国家危亡为重，处处与朝廷存有二心。一个堂堂的武官，不说领兵挥师北上，倒让我这么没有一兵一卒的文官去阻截顽敌，他郑芝龙还有何脸面立于世间？我都替他害羞。朝中传言说，寡人只求地位，不图北伐，留恋着天兴府，忘了南京，有负于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啊！甚至连城中百姓也这么传说。朕现在是权柄与人，受人挟制啊！朕空有其名，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。前卿，朕封你为太师太务，掌管兵部。臣谢主隆恩。你认为今后该如何办？臣只见，只有空守木相，召集新军，朝廷才能摆脱困境。远水焉能解近渴呀！臣无能力挽狂澜，也只能效仿黄阁老自请行鞭之举，以表达臣对朝廷之心，恳请圣上恩准。黄阁老率兵北伐，离朕而去。你若再去，朝中之事，朕将何托呀？父亲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告诉您，儿想和您一起去边关。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能够使枪弄棒的？再说，我儿已经出嫁了，理当好好在家恪守妇道才是啊。父亲，想不到您也这么固守成规。那花木兰替父从军，那杨家的女将抗击敌寇，哪一个不是巾帼英雄？为什么我就不行？好，就算为父准你去了，可你那国姓爷呢？那郑芝龙，他能应准你吗？女儿决心已定，请父亲恩准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真是乱世出英雄啊！来，儿啊，我儿生不逢时啊，没有赶上太平盛世，却赶上这兵荒马乱之年，让我儿还要随父边关征战，这枪林弹雨的，为父于心何忍呢？父亲，儿啊！皇上，臣黄道周叩见皇上。爱卿啊，快请起，请起。谢皇上。坐。这次北伐非同一般呐！朕自历朝以来，意图振兴，利益北征。可是事与愿违，朕心急如焚呐。此次事情与亲征正合朕意，可先卿有所不知啊，兵饷实在是难以筹措。这也是皇上力所不能之处。回禀皇上，这是臣
意料之中的事。郑芝龙就是不发一兵一卒，臣一个人也要挥兵北征。鲍老爷，国姓爷到。哦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小婿拜见岳父大人。经闻岳父大人北征军费匮乏，前来送上3000两银子，略表一点心意。哎呀，多谢国姓爷，何必如此客气呢？啊，请坐。怎么，贤婿？想必小女已经对国姓爷讲过了吧？不错，岳父大人此举令小婿敬佩之至，小婿倍感惭愧。岳父大人年高体弱，一路上需多小心啊。贤婿果然是一个深明大义之士啊！老夫此去有一句心腹之话，不得不向贤婿讲。你父亲郑芝龙心怀叵测，贤婿不得不防啊。怎么？啊，我看贤婿倒是个可托大事之人。危难之时，不如与周阁老商量，以免大厦将倾，让您一人独立难支啊。啊，贤婿放心，老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何况还有他们母女沿途照顾呢。难道英姑也要北征？难道英姑没有对国姓爷讲过？啊，讲过。不知岳父大人何时启程啊？啊，明晨卯时出发。沃儿，只因你和妈妈一样。夫人，国姓爷，国姓爷，来，你快坐。夫人，听岳父大人讲，你要随他前去边关抗敌，是否果有此事啊？妾正要和国姓爷商量，不知。可贤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妾不敢不告诉国姓爷，只因事情太急，只不过是国姓爷最近老忙于宫中，即便是来，也是来去匆匆。国姓爷，若你不要臣妾去，不，贤妻乃大明朝中之巾帼英雄，我岂能相阻呢？可是父帅他只顾福京之寸地，不顾国家之兴亡，而岳父大人视死如生，不愧是天地的英雄了。国姓爷，我父帅只不过是为报效朝廷，尽一点微薄之力。贤妻此去陪伴父母，义尽忠孝，臣公我感激不尽。不过贤妻虽文武双全，但是要切记战略、战术之兵法，兵贵如神的道理。待我领旨以后，我便即刻带兵北援，爱妻要多加小心呐。国姓爷，国姓爷，到那时你我在边关重逢，一定别有一番情景的。英姑明早还要上路，不如你还是早早休息吧。我还有一件事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
什么事？等你带兵北元时，我再讲，也不迟。也好。走吧。少爷，少爷，老爷请你去一下。国姓爷，你去吧，兴许有什么急事呢。好，去回老爷，说我即刻就去。是。英姑，那我去就回。要不我还是先不去。国姓爷，你快去吧，或许真的有什么急事呢。孩儿给父亲请安。大晚上的请哪门子安呢？撵了吧！我问你，你那岳父大人最近到朝里去请功了。我儿久居宫中，想必知道这件事了吧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明白父帅的意思。哼，这是故意让我下不来台。我对他一向不薄啊，却事事处处和我作对。我拥立隆武帝，他反对；我上朝做头班，他妒忌；我保卫福京，他给我拆台。这下好了，他成了朝廷的大英雄了。一时间，朝廷上下谣言四起，硬说是我按兵不动，跟朝廷怀有二心呢。还说我有叛清之嫌，居然把我比成了叛将洪承畴。你误会岳丈了，父帅，他见大明江山难保，为报效朝廷，置自己生死于不顾啊！父帅，住口！你还替他说话？你们一个一个的都背叛了我。想这几十年风风雨雨，我郑芝龙何时退缩过？崇祯5年，福建遇到了100年不遇的大旱呐，百姓们衣食无着，颠沛流离，是我郑芝龙拿出了全部家当救济他们，还把他们送到了台湾，躲过了这场灾难呢。天启4年。我带领琉球的弟兄们血战河军，夺回了福京这块宝地。我对得起福建的乡亲们，也对得起他黄岛州。可他却把我往死里整，我想不通啊！父帅，英姑，父帅，您别生气。您真的错怪我父亲了，我父亲绝不可能和您作对。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父帅，父亲，您要多多保重。回来！告诉你老子，就说是我郑芝龙说的，我再也没有你们家这门亲戚了。父帅，英姑，大木，国姓爷，你给我回来！英姑，你回来呀，英姑！英姑，你回来呀，英姑！
怎么样，夫人？最近身体可好？尚好，只是有些水土不服。啊？生活习俗上有些不习惯而已。来。夫人不必焦虑，我正在打造一座全日式的夏园，马上就可以入住了。母亲、父亲。哦，是孙儿啊！孩儿拜见母亲。父亲，坐吧。孩儿有一件事要问你。大明江山已经破碎，国家已经危在旦夕，岳丈大人分家抗清，百姓也纷纷入伍。您一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，留在家里却不出征，您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呢？你懂什么？小小年纪，总来教训你老子。大木，你父帅这么做，总有他的道理。你仔细听听。大木啊，你涉世未深呢。你不知道你老子创造这份基业流了多少汗，吃了多少苦。那都是你二叔四叔血洒疆场，用生命换来的。不错，清军压境，步步为营，势如破竹。此时我要用我的100万大军去北伐，必将全军覆没。到那时候，谁来保卫福京？又有谁来保卫你的家乡安平和延平？又有谁来保卫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？你这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吗？哼！父帅，如清军攻破边关，直插福京、延平、安平，到时候你保得住福京？你保得住我的延平、安平吗？你保得住你自己和我的母亲吗？国破家亡的道理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放肆！如今边关告急，皇上心急如焚，下达谕旨数日，您却迟迟不出兵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先保家，后保国。大木，大木，不要再跟你父亲吵了。忠孝之理，我想你也不是不明白。来，再说，你父亲这么些年，也实在是不容易。我记得在天启年间，他那时候一直在海上漂游，好像是天启年间的7月15，他到了日本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身上有股霸气，有一股男子气，而你身上儒气太重，一点都不像他。你又爱哭，这倒有点像我。中国有句俗话怎么说的呢？叫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你看你，怎么说着说着又哭了呢？大木，我儿为何不去巡城？母亲，站在这里想什么？也不知道国姓爷现在在做什么。唉，他也是看着满天的繁星，在想咱们女儿吧。不。国姓爷和父帅一样，
只想忠孝，不想别的。这也不能怪他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呀。母亲，大女儿刚从您的怀里一下世，就过着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，儿多希望有一天能够好好的服侍您和国姓爷。母亲，什么时候才能国泰民安呢？我女儿今日怎么如此感慨呀？父帅说女儿生不逢时，您说对吗？对，也不对。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生辰八字，但是我懂得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不管什么世道，你要尽忠尽力，死而无怨。母亲，儿既虽复来此，就早已视死如归了。不过，女儿有件事想跟您说。什么事？女儿有事理当告诉母亲。算了吧，等国姓爷收复了边关，那时候再说吧。唉，你呀，总是有主意。哎，母亲，父亲此次请战，是不是和平国公分庭抗礼？怎么会呢？你父帅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平国公屯兵不进，你父帅总不能像他那样丢下朝廷不管，只看福京之寸地。何况听传言，他与清军有关。母亲，您怎么如此世俗，风言风语的去中伤别人？我儿今天是怎么了？母亲，儿今天心境不好，儿再也回不了国公府了。是因为你到了边关，平国公将你给休了。是平国公他生我父帅的气，把儿给赶出去的。有这等事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父帅知道吗？不能让他知道。你知道，他如今身负重任，援兵粮饷迟迟不到，这清军又步步为营。女儿，我现在恨不能马上去替父亲亲阵杀敌。就算女儿有意思，也在所不惜。我儿忍辱负重，真不愧是巾帼英雄。母亲。